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我发现很久我们三位大叔没有单独的录节目，最近都是嘉宾，所以特别怀念这愉快的时光。嘉宾不是那不，怎么回事？嘉宾不喜欢吗？好，那我们今天聊一个主题啊，我相信大家会蛮有兴趣的，因为我们三位大叔啊，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我们如果要推荐中国或台湾了啊，值得旅游的地方，我们会推荐哪里？那Ben叔当然也在中国旅游了很多地方嘛，所以一定也有一些名单地点好玩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每个人来推荐几个，然后我们最后这个叫盲盒，对不对？我们根本都不晓得我不知道你们准备了哪个，对，每个人准备的是什么，所以最后我们三位大叔都要说出来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两位大叔推荐名单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地方，会想去旅游所以今天这个是保卫战很重要保卫我们推荐的这个名声好，那我觉得我们先从Ben叔开始好了。Ben叔，你的第一个推荐名单是哪个地方？我第一推荐的其实离我家是很远很远的因为我家在东北嘛，黑龙江。那我推荐的这个城市它就是在西南在西南，在西南对，大理吗？东北的西南不是大理大理我没去过，但是丽江我推荐丽江。丽江很有名，对，很有名。为什么推荐？那我推荐丽江的理由呢，首先是因为那边的风景，我特别喜欢自然风景，我觉得自然风景给我的震撼要比这个人文的东西要震撼得多。所以离丽江比较近有一个地方叫做虎跳峡，然后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徒步的路线，对，然后你可以在那边走2天2夜，就在悬崖峭壁上有那么一条路，然后一边是这个悬崖，一边是山上的这条路，所以就是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恐高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很挑战的一个过程，走这条路。然后你真的一整天就是只要享受风景就好，不用去看手机，然后跟你旁边一起徒步的不认识的朋友一起聊天，然后一起走，那种心灵的震撼还有视觉上的震撼是无法取代的。那丽江本地呢，它也有一些其他的特色，比如说，但是现在比较商业化了，因为我去那儿反而发现很多民宿都是东北老板。有没有？你妈妈有没有去那边？没有，就是我住一个民宿，感觉很亲切，突然他们用东北话跟我说话。另外，丽江它旁边还有那个玉龙雪山，等于说你在丽江玩的时候可能穿半袖。然后你如果去玉龙雪山的话，就要穿那个大棉袄对，然后在海拔4-5千的高山，然后被雪环绕，就即使在夏天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那么多的雪。然后在4-5千米，你可以看到有拍婚纱摄影的，就是游客都穿大棉袄，然后那个拍婚纱摄影照的人就穿很单薄的，在那边瑟瑟发抖的拍照，挺好玩的。这些地名听起来就以前地理课本有读到，就很向往好想去看看对，好 OK。 那灿叔呢？灿叔你推荐一个，灿叔你不会推荐西安吧？肯定要推荐西安呀。好，那你来介绍一下吧。西安我推荐它不只是因为我生活在这里这个原因肯定是我觉得因为是这个样子，西安就是它很能代表中国，特别是历史西安是中国的13朝的这个古都就说明在古代有13个朝代曾经在这里建都，曾经是首都所以你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能看到非常多的其实是真实的古代的建筑虽然也有很多仿古的建筑，但真正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是不少的。今天呢，我有一个初中的同学同桌来西安了，他途经西安和他的女儿老婆一起来
途经西安，然后准备去那个敦煌那边去玩啊。然后呢，今天请他吃饭了，然后下午他就去了这个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然后看到他拍的那个照片，就很多那种古代的那些东西，就是真正的那古代那些东西啊。就你能看到，因为比如说有朋友喜欢看这个关于唐朝的时候的这个电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西安本地有很多这种类型风格的建筑啊，而且呢，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小姐姐们啊，穿着这个汉服。我上回直播的时候不是也有吗？路上就对呀，到处都有啊。对，这个是潮流了，我觉得在西安就是见怪不怪了。就是如果很多路上到处年轻人穿，而且有很多店专门租或者租这个汉服，然后或者是给你化妆啊，然后有人跟拍啊，我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了，已经。对，就说比如说你到上海、到北京，你会感觉更现代的一个中国，但到西安之后，你会发现突然岁月往后退了几年，甚至你突然发现在一些角落啊，有些地方你发现，好像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古代的中国这种感觉，因为它也确实有很多这种仿古建筑群都连成一片了，全部你突然之间感觉来到了过去啊，这是一点啊，我知道现在在西安，就是很多这种仿古的这个地方，他们会让这个工作人员都穿那个唐代的服装，有啊，然后放那个就是真的演奏这个民族乐器，然后他这些你可以在这个工作人员中间走来走去，然后跟他们互动，我觉得挺好玩的。西安现在在做很多这样的文化产业做的比较好嘛。你像咱们之前那个不倒翁姐姐，对吧？不倒翁穿着唐朝衣服那个姑娘，对吧？而且今年就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西安也是一个分会场，所以它很出彩，大家会觉得哇，西安太漂亮了。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就非常多的人涌进来。就西安的话，这个地方旅游是没有淡季的，任何时候人都特别多，这是一点。你也会去这些地方、这些景点里边看一看吗？买票进去看一场秀啊，这种？我没有，不过当地人没兴趣，住在那儿你就反而上回大叔直播的时候，不是我去过一次那个大唐不夜城的时候，也拍了，对，发现人还真的是，但那是免费的，那是免费的啊。我觉得西安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西安是有整个一个回民生活区，叫回坊回民，所以西安的这个美食特别有名，它是在整个西北地区。就是集大成者，就是你比如说不管到兰州啊或银川这个地方啊，其实吃的东西和西安很接近啊，但是西安是做的最好的，面食的回民清真食物是做的最好的。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观众有很多是穆斯林的朋友嘛，你在中国很多地方吃饭，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方便啊，但是一到西安之后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一定会大快朵颐啊，这个是我觉得推荐西安非常重要的2点原因。你这么说，我山西的朋友会不高兴啊！山西的朋友觉得他们的面食是最好的。山西的面食也是醋比较好，好不好？而且上一次灿叔有去拍回民街，我觉得蛮热闹的哦。所以这个西安，而且我最近有看一个研究哦，他们去问大陆的朋友们，第一个选择要旅行的地方是哪里？西安是第一名。对，西安是旅游的一个最近有这个研究，非常热门，是第一名。还有这个成都的2个地方是很火，在大陆旅游的是很火。好，那如果去台湾玩呢？去台湾玩，茶叔你推荐哪里？我先推荐一个这个地方叫嘉义啊，嘉义在台湾中部偏南的一个县市哦。我说嘉义你们可能很陌生了，但是我讲另外一个地方，你们就觉得啊，原来他在嘉义啊。日月潭，阿里山，阿里山就在嘉义，所以你们可能听到，对呀，高声清，然后就跳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嘉义可能你们很陌生，那我讲到阿里山，你们就非常的熟悉了啊。所以阿里山就在嘉义，阿里山是嘉义最有名的一个景点，所以我现在先来介绍阿里山，你们都只有听过这首歌，但是呢，对，阿里山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啥子样子。所以，那我介绍一下，阿里山有很多特色。第一个就是看日出，阿里山的日出，
大概它是我有去过。山吗？它是山吗？阿里山是个山啊，那是什么？我问你，不是山是什么？阿里湖。就有的地方，阿里山就是一座山。然后我去阿里山的时候呢，我有就是一定要看日出，因为到阿里山看日出是基本的行程。那我们3点半就要起床，然后呢，那边的原住民会开着那个小车小卡车会载你上去，然后他们会推荐一些小吃之外呢，我们就要大概半夜的时候就要先到看日出的地方，等到大概5点多就看到就太阳缓缓升起。这个时候台湾8景之一叫做阿里山云海云海所以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把那个整个云染得金黄色，一片好像黄袍一样那种感觉一大片这样子所以那个风景之壮丽之美然后你又身处在高山上，空气超新鲜的所以每个人都一定会拿手机出来去拍摄所以阿里山云海是被列为台湾8景之一而且是前3最好看、最有名、最漂亮。所以山顶在云层的上面，对吗？基本上如果云海很多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山顶的，你会看到的是云海拖着太阳出来好像很多巨手把那个太阳给拖起来那个感觉。那如果云层比较薄的话，你就会看到山跟山之间那个太阳就从山跟山之间那个角落这样慢慢的出来。然后呢，会把附近染成一片金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会觉得说，真的此生必定要看阿里山日出因为日出跟云海呢是一起的，所以这个叫做台湾8景，就是因为日出加上云海，哇，相得益彰，那个景色之美是真的是很漂亮。到了阿里山呢，一定要坐小火车。那小火车你们都觉得就火车嘛，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小火车呢，它是绕着这个山路所以非常曲折绵延数十公里然后最后到了山顶的时候呢，它会倒退其实这个阿里山小火车以前就是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人就是去他们需要阿里山上的樟木，所以它是一个运输木材的一个小火车那现在就变成观光对，变观光用途了阿里山你到了大概山腰的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做那个地方呢，最好吃的就是便当以前那个阿里山的山腰那个地方被叫做便当王国它那个地方有一个湖叫奋起湖，所以我们叫它奋起湖便当奋起湖便当最有名的就是鸡腿便当它那个鸡腿是用茶去弄出来的，所以它的鸡腿有一种茶香所以有一个名字叫做茶香蝴蝶腿这么洋气，它的名字叫茶香蝴蝶腿为什么叫蝴蝶腿那个鸡腿大的跟蝴蝶一样那么大然后又有淡淡的茶香所以这是这个非常有名的奋起湖便当所以如果同学们去嘉义阿里山一定要去奋起湖吃奋起湖的这个茶香鸡腿饭非常有名而且又便宜然后怎么了？茶叔好会推荐的，就太多细节了。我们俩感觉我们两个好像太不会推荐了，感觉。然后呢，去完阿里山你们下山之后呢，去了嘉义市区，嘉义最有名的就是火鸡肉饭。它的火鸡肉饭呢是我问你，你是查过还是本身就有这个知识储备？我不想推荐了一会儿，我觉得我推荐不出来。没有，因为我去过我如数家珍西国人记得那么清楚，就是对啊，因为他们那个火鸡肉是火鸡是放养的，所以他们鸡肉非常扎实，对，非常饱满。然后呢，他们会用种方法，就是他们会去用撕的，把那个火鸡胸肉用撕的，然后呢。然后把它就是用卤汁把它卤得香喷喷的。其实嘉义也是我们这个算台湾的米仓啦，它的稻米生产非常多，所以他们稻米非常好吃，那个米饭是粒粒饱满，所以那个火鸡肉饭就是饭也好吃，火鸡肉也香，然后那个小菜更多，它那个小菜通常你火鸡肉旁边大概大家都会点个5-6道小菜，哇，那吃起来超痛快所以我觉得嘉义真的一定要去。不去太可惜了，光一个阿里山就很够玩了。嘉义县政府给你钱没有？
我来介绍几个嘉义一定要吃的小菜。你如果点火鸡肉饭啊，你一定要点它的凉菜，超好吃的凉菜。三色蛋，三色蛋就是用皮蛋弄的皮蛋弄的，对，皮蛋切开来不是外面黑的，里面是有一点深黄色那样的。所以它看起来就是三色蛋，很漂亮。三色蛋加芥末，因为阿里山上产芥末，所以加上那个芥末非常好吃。哇，然后小菜最一定要点的是你们爱吃笋子，凉笋。哇，那个凉笋一定要，凉笋加上美乃滋啊，是嘉义最有名的小菜。然后还有海蜇皮，糯米肠，然后汤要点下水汤，还有味噌汤。下水汤就是下水内脏的下水汤是吗？对，我们这边下水汤除了内脏之外，还会放一些海鲜在里面。对，还有还可以放猪心、猪肝，所以我们的下水汤可以很多样。茶叔，你要把这个视频剪下来发给这个嘉义的旅游局，旅游局，他就请我去做嘉义的旅游大使嘛。对呀，对，太有画面感了，我觉得小菜我都能想象到，那细节真的很丰富。怎么办？我都没有做功课，我不想再介绍。我也没有过功课。不会，难道这集要变成介绍台湾的景点吗？下面笨叔来随便说一个。笨叔来随便说，我们不用在意。对，就是很多同学他们会来中国，一般都会去西安、北京和上海。但是我发现这3个城市有一个不太好的点，就是说人太多了，游客太多了，人山人海。就是去的话感觉只看人了，虽然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如果你在路上走一走，包括你过马路什么的，就觉得左面右面前面后面到处都是人，就有一点影响那个玩的心情。然后我看最近也有很多同学会去杭州、苏州啊这样的地方。我去年跟我妈妈去苏州也是，就是人挤人，就是最有意思的景点本来应该是有那个古镇啊、小桥啊，还有这个小河啊，但是最后会发现就是那个小河旁边的那一条道，就是看不到尽头的人，都是人。5分钟的路你要走，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可能都出不去。中国景点确实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备选的方案，就是可以去绍兴。绍兴的话，它离对啊，它离杭州特别的近，就包括你就是到了杭州的机场以后。可能打车40分钟吧，就可以到绍兴，很近的啊。坐火车，10分钟从这个杭州到绍兴。但是到绍兴的话，我就觉得，第一就是人没有那么多了，你看的东西其实跟在这个苏州差不多，也是看古镇，他们那边有4、5个古镇，然后而且这些古镇不像苏州那样就是特别的。有一些比较商业化，有一些还是保留着那个比较原始的那个面貌，然后老百姓也还住在那边，所以而且那边的话，除了这个古镇以外，也有很漂亮的这个山啊，然后有很多酒店都是在这个山里边建的，我觉得可以去那边体会一下。然后从绍兴的话，附近也有很多这个比较小的地方，但是真的就是在本地人熟知的，但是如果在国外可能没有那么有名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叫新昌啊，新昌也离绍兴很近。去新昌的话，那边有这种也是大佛，有这种佛寺，然后这个佛寺对，然后新昌的话也有这个很酷的，说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咖啡馆，就是你在一个山上，然后你也是能看到云啊，然后看到对面有这个层叠的山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就是也是有自然风景、有古镇的地方，然后又没有人。我没去过，但是我在做攻略，一般我会找一找这个人少的地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去一种小众的，你做了攻略为什么不去呢？那你为什么要做那个攻略？下一次，因为我今年要去，所以我现在在做攻略。这样子，所以到那边想要偶遇我的话我应该9月在那边。
待2天。9月去绍兴，绍兴对，绍兴的酒也很有名，对不对？女儿红呀，女儿红，对，很有名。还有绍兴的酒是那个，我就学中文肯定都避免不了学那个鲁迅的文章鲁迅的故乡鲁迅的故居也在那儿。绍兴那可以去拜访，可以。我就其实可以接着笨叔这个思路啊，刚才其实我是现想的。我觉得现象啊，所以没有精密的准备，只有茶叔这么认真的对待我们的话题。不是茶叔，我觉得他的记忆比较好，咱俩记忆不行。对，你就算那个攻略看了，你也未必记得很多。他就是因为我去过一次，他就能记得很清晰。我去过，对。对，顺着笨叔这个思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确实大城市人太多了。你也有念错名字的一天，我念怎么了？你也有念错名字的一天吧？你小声的咽进去了，你说顺着茶叔的思路，你刚以为我没听到对。好来，顺着这个病书的这个思路，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是确实中国大城市有些很有名啊，你们在国外也听过，或者学习中文的时候也知道啊。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有一个优点，就是有一个便利的地方，就是高铁。高铁把整个中国都连接起来了，就是不管大城市、小城市、小地方、很小的地方，它都能到啊。所以我其实想推荐一下，就是顺着笨叔这个思路再往下走，再往小的地方去，就是到我的老家，浙江。你又不在那儿，你推荐？不是这样说啊，浙江省它是一个省会是杭州，对吧？下面呢分为像杭州市，它同级别的有这个地区。地区下面才会分县市这样的。龙泉市呢，就我老家，它是在丽水地区，或者像这个浙江人说叫丽水地区。丽水地区下面有很多县市，龙泉呢叫龙泉市，它是从县里升级到市，但是它还属于丽水地区啊。我们那地方是通了高铁的，就是其实已经铺到你家门口了，对吗？对。出门就是我们家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就是已经在那个市里头，就是很方便了。就是你比如说到那块儿之后，打个车或怎么地，很快到市区了，很方便。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呢？我不是出于私心，因为有龙泉，对吗？我不是完全出于这个私心，是因为我是那里人，我就一定要推荐它。我是觉得我这个生活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还是有一些特色的。就是相对于整个浙江省而言，你们很多人可能去过浙江省北部的，像杭州呀、绍兴啊，他们那一带呢属于这个整个江南的地方，整个那些地方人的文化相对是比较柔美的那种感觉，男人说话、女人说话都是柔柔的。我们是属于浙西南，浙西南是丘陵地带，就是山有不是特别高，而且同时和这个江西和福建交界。我们的龙泉再往南走就已经到福建或者江西了，很近的，所以都是连成一片的地方。所以你听说过很多这个说浙江方言很多，就是指我们那一带方言多。村子里的这个方言和县城里的方言都是有些不一样的，何况是每个县的方言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性是很强的，而且就是我们老家龙泉这个地方有2个很有名的东西，一个是宝剑。很多中国人都知道龙泉宝剑、龙泉剑啊，非常有名，特别锋利啊。就是之前好像这个勾践越王勾践春秋战国时代越王勾践的宝剑，就是当时龙泉的一个剑师叫欧冶子给做的。后面发掘出来之后，还是削铁如泥，还是削铁如泥啊。现在龙泉宝剑，所以干嘛过去买剑吗？还是去看制造的过程啊？但你就寻找这种文化嘛，这是好的。我以为是个景点。我会真的会想要买一把剑，会有啊，他专门卖剑的地方是有的。但是收藏厂的宝剑厂，你可能也有机会可以进去，甚至可能是一种旅游项目，甚至让你去观看也有。我会想看，我会想看。对对对，而且各种宝剑真的是做的很精美啊，很好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叫青瓷。中国的瓷器很有名，在古代就很有名。青瓷的话，就是那种颜色都绿绿的那种颜色的，叫青瓷啊，也是很有名，也很好看啊。像我们那边的县城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挺有特色啊。四面都是环山的，中间有条河经过，其实整体自然环境很漂亮。整个丽水地区这个整个
都是山比较多，所以生态也比较好。你像整个浙江的一些平原地带，像温州啊那一带海边的人，他们放假的时候就喜欢往我们那边跑。像龙泉底下还有一个叫凤阳山的，是整个江浙第一高峰，就整个浙江最高的山峰在那里。就是我们不要把目光只集中在这个大城市，而且龙泉还有让我很惦记的就是它的美食啊。从小到大，我们早饭的话会吃那种面条，面条它的做花样，其实在这个里面放的那个料，像什么大排面呀、肉丝面呀、鸡蛋面呀这些东西，从小吃啊。而除了面之外，还有这个有米做的这种粉皮，其实有点像河粉，还有米线，有粗的米线、细的米线。当然，我们那里主要吃的是这个清淡口味的，不怎么辣啊。大家现在因为高铁很发达嘛，就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到大城市，其实小地方你随便坐上高铁，随便哪一站下来去转一转，可能都有意外的发现。对，都没错。但是虽然高铁比较方便，但是觉得你提到这些，可能最好有一个当地人带着，可能知道哪儿比较好玩，什么好吃。如果一个学生他自己就是中等的中文水平，到了你们家那边，你觉得他自己能够比较我觉得可以。好的其实现在玩起来吗？普通话都、OK 现在还好吧？啊，虽然就感觉有些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但大部分人都会说普通话。都会也是都挺好的，我是觉得都挺什么滴滴啊这些打车软件啊都可以，都有啊，都已经覆盖到了，都已经覆盖到了。你就算不想吃东西，点个外卖啊，对你像这种什么大众点评啊，你点开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嘛。对，好吃的东西你就找去就行了。就像你说的，有两种旅游方式，一开始就一种呢就是提前做好攻略，我知道哪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另外一种就是兴之所至，你去呗。就是你随便看一看，坐一个高铁对吗？就是拉到哪儿是哪儿，对吗？对，我关注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姑娘啊，她生活就在浙江省那一块，好像她是喜欢骑自行车，之前做了一个环浙江游，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处走，专门走那些小县城、小村子，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你去转去，感觉每个地方也不一样，而且当地人甚至有些话他们不说，老人甚至不说普通话，其实你要真和他们交流也能交流，以一定的方式也都能交流。我觉得反而比我容易，我去了我可能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聊，但如果外国朋友去了，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有外国人来我们这儿，可能而且你还会说点中文的话，大家会觉得，咦，好厉害，很厉害，对。好，那换我来介绍一个台湾的景点吧。好，我介绍这个景点就是就是没有算是我的家乡了啊，因为我不是，我家乡在宜兰。宜兰，对。那灿叔说花莲就这次地震的灾区，对，宜兰就在它的上面，对，更北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说宜兰跟花莲是台湾的后山，后山就像后山一样。什么叫后山？就是你感到心情烦闷、孤单、寂寞、有点冷的时候，就会去后山散心、吹风，对，吹风。所以呢。宜兰跟花莲就是台湾的后山。那因为现在台湾有一条雪山隧道是通台北跟宜兰，所以现在交通上更加方便，到宜兰只需要1个多小时就到了。那为什么要推荐宜兰呢？宜兰有3大特色。水，它宜兰的水特别干净。发现没？茶叔讲东西很有逻辑和结构，咱俩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水，对，为什么宜兰的水特别有名？水不就水而已吗？茶叔不理咱们人，继续，我不想不想理你，你们这群世俗人不想理你，不要打断茶叔。对，因为在宜兰的东山河有一条东山河，是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这条河不但漂亮，而且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叫童玩节，国际童玩节。所以不止童就是儿童的童，玩就是玩，就是童玩节。对，我们会故意给他一个多音字，我们会念童玩节，让他们去玩。然后对，那童玩节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呢，里面所有的游乐设施都跟水有关。比如说孩子们最喜欢水的喷泉或给你一个溜滑梯，但是都旁边给你喷个水，或者是有一些弹簧床一些跳跳板，但是都会有一些水喷出来。整个游乐园就是以水为主题，所以刚好它会在每年的7月8月天气正热的时候举办，所以呢其实都会吸引很多
台湾的小孩还有国外的小朋友一起来童玩节。大人没有孩子一般不会进去玩，对吧？大人更喜欢玩，因为除了这些水上的小孩喜欢的水上活动，让你消暑的活动之外，这个童玩节还会邀请很多国内外有名的团体来这边唱歌表演，所以大人基本上是来看表演，然后陪小孩玩的。那小孩子就真的纯粹玩水，就很过瘾了。我曾经去过一次童玩节，然后呢，我在你是去看团体还是去玩水的？我觉得大人都是去看团体的，对，有很多团体其实很有意思，包括各国的可能有墨西哥那种很传统风情的还有还会请非洲的会那个打鼓，很那种很那种民俗的表演，对，那种很有野蛮的那种土著的那种风情，让你觉得哇，真的光看那些表演不用玩水，你也可以很过瘾。对，那童玩节里面也设置很多宜兰很多有名的小吃，宜兰的小吃是最有名的，介绍几个好了，比如说第一个蜜饯，宜兰的蜜饯就是酸梅那一种，蜜饯是最有名的。然后呢，这个蜜饯呢，它有很多种口味它还有梅子口味的那种梅花口味的，里面还会放花瓣然后还有那种果冻口味的那小孩子最喜欢吃果冻类的水果的那种。然后还有一种小吃叫牛舌饼，它的形状像牛的舌头一样，但其实是饼干里面加一些蜂蜜吃起来甜甜的，特别好吃。而且呢，拿着边玩边吃饼干，牛舌饼感觉那个非常的契合因为那个牛舌饼吃起来很脆很香，然后又那个蜂蜜又甜甜的，我觉得蛮好吃的。然后蜜饯之外，牛舌饼之外还有麻糬，我们这边台湾话叫麻糬，麻薯啦，麻薯就是对，麻薯就是用那个麻薯是糯米做的嘛，那个不是糯米做的，然后一般的麻薯像在宜兰的麻薯里面会加各种口味的馅比如说会加红豆，会加抹茶会加绿豆各种的馅都在里面，而且都是甜的，很好吃。然后我们现在也还有礼盒，所以你买回去当伴手礼很方便。比如说这个参叔跟编叔来，你们可以买一盒，买个3、4盒回去，很便宜。然后呢，就可以回去送给自己的邻居好友都可以宜兰的3个特色只讲了个水，还有一个叫绿色。宜兰的这个山特别有名都是这个青葱一片，绿绿的，非常适合宜居的地方所以现在台湾有很多名人，他们不住台北了，他们都去宜兰买一块地，盖个房子，然后在那边悠闲，那个房子就对着山，哇！然后那个山呢，下午之后会下一点雷阵雨，然后就飘着那个雨雾，哇，那感觉是非常漂亮。然后稻田，感觉真的很像那个陶渊明，有没有？哇，那种好像你是与世隔绝，然后在独自对，然后你就觉得真的有那种隐居人的生活，你好像隐居在一个世外桃源里面。这个我曾经去过一个朋友家，他的家就正对着山，你只要每天看着那个山，然后偶尔那个小雨飘过来，哇，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徐志摩一样，很想念一首诗那种感觉那个文人气息马上就涌起来，那种地方真的让你觉得无法想象的悠闲跟美好真的，我觉得宜兰这个没有话讲再来就是干净，宜兰的这个居民素质非常好，你在地上几乎看不到垃圾他们以为宜兰人而自豪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环境的卫生所以你在宜兰几乎看不到任何一片垃圾了然后呢，另外就是沿海非常干净，海滩都很干净而且呢走个几步你就会看到一个咖啡馆这我们这边都叫伯朗咖啡馆，是那个这个集团在宜兰的沿岸设置了非常多悠闲的咖啡馆刚刚说住着是靠着这个山咖啡馆呢是靠着大海因为宜兰就是靠着太平洋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岛就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面忽然突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岛这个岛是台湾唯2的活火山叫龟山岛现在还是活火山所以如果你们从来没有看过活火山的人，在宜兰有一个旅游观光的服务，就是赏金船
你可以在那边租一艘船，然后呢，可能10几个人在那个船上，他就会载你去宜兰外海赏鲸，可以看鲸鱼。我做过，我大概做了3-4个小时。看到了鲸鱼了吗？看到鲸鱼了，哇，很壮观。然后鲸鱼会跟着船走，而且它的一个主打的一个优势就是，你没有看到鲸鱼，下次来免费。一定让你看到鲸鱼，没有看到，下次你坐赏鲸船免费，一定让你看到。所以它这个它的噱头。哇！然后你去赏鲸的旅途中，你就会看到台湾唯二的这座龟山岛活火山。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活火山的样貌是怎么样。你会闻到很浓很浓的硫磺味。它的那个对，然后它那个龟首的地方就是那个火山喷发的地方。所以你会在看到那个海都不断在冒泡泡，然后那个硫磺味很重。如果真的很想要登龟山岛看这个活火山的全貌，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登岛的，我们是没有上龟山岛。我那时候去坐赏鲸船的时候，就真的看到活火山的整个样貌。然后那个山还会不断这个土石会摊下来，会掉落。然后那个硫磺味非常的浓。赏鲸船还绕了这个龟山岛3-4圈，让你看看它的全貌。对，以前龟山岛是军队驻扎的地方，那现在军队都撤掉了，所以变成一个。但是需要登记的一个观光景点，因为怕危险，对，一定要有人带着，毕竟是一个活火山。去宜兰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宜兰可以说是博物馆王国，博物馆特别多，它有全球唯一的一个叫计程车博物馆，就是用大陆的话讲就是出租车博物馆。对，那里面就是有全世界各种各样，全世界各种不同的计程车的主题。也就是它会陈列出各个不同的国家的计程车的样貌是怎么样，然后它也收藏了上千件的古董车，你叫得出名字的里面都有。然后小至小孩玩的玩具车，还有以前那个时代的3轮车都有。然后如果带小孩去，它还可以有一些折纸，小朋友可以去享受那个 DIY，怎么教你怎么折车的形状什么的。宜兰的博物馆特别多，咖啡馆也特别多，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地方，也很适合居住的地方。我以前还没有买房子之前，曾经有一度想说我很想去宜兰定居。对，我觉得宜兰真的是一个很宜居的地方。那大家听了3位大叔介绍的各2个景点那不晓得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请你在下面留言，因为我们想要 PK 一下，看谁介绍的景点最受大家喜爱。我认输了。不一定没有什么细节，不一定Ben叔介绍的是丽水跟绍兴丽江丽水是我那Ben叔介绍的是丽江跟绍兴，都不错那灿叔介绍的呢是西安，还有浙江龙泉那边那一带那茶叔介绍的呢是阿里山的嘉义还有这个水滤镜的宜兰。为什么我在介绍比较详细？对呀，为什么？你们都轻轻带过那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了，一定要选介绍的最仔细的那位大叔太不公平了。好，一定要根据内心的想法，你想去哪就去哪，不要被一些表面的言语给迷惑，不要被一些花言巧语所迷惑了。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也希望大家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国家有没有值得推荐的景点，或许哪天我们3位大叔就去拜访你的国家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吧。大家再见喽，拜拜。